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拜伦。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阶段，比方说新年、新学期、新的工期、新的岗位，我们总会希望制定一个好的计划跟目标，心里想这一次一定要做到一些大事。结果我们充满干劲、充满行动力的时间只有2天。我想这是大多数人都碰到过的状况。我们今天就来讲怎么样跳脱这个回圈哦。当我们在排计划的时候，最让人有动力的时间点有2个。一个在充满动力的开头，另外一个在看得到尽头的结尾，而中间这一段艰苦而枯燥，不知道实际效果会怎么样的过程，就是动力的杀手。没有强大的意志力或者适合的方法，那么这个结尾我们期待的地方是永远走不到了。但其实这个是有方法可以解决的哦。首先是把目标给分解，把一个大目标分化成很多小目标，把这些小目标当成成就。而有玩过游戏的玩家们一定都知道，解锁成就是玩这个游戏的乐趣之一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小目标，把这些小成就给解锁。解锁成就的当下就有恢复动力的作用，也就是说我们在完成这些目标的当下会得到一些奖赏。你一路完成各式各样的成就，得到各式各样的奖赏之后，你把它们给记录下来，你可以写在云端的行事历上面，或者是你任何的记录手段。当你失去动力，你感到低落迷惘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回头把这些东西打开来，看看你曾经做到过的这些成就，你曾经做到的这些事。这个作用是提醒你自己，你其实已经做到很多，你其实很厉害之外，最重要的是这些成就的存在可以支撑你的意志力，重新给你补充动力。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补充动力的作用哦。有时候你只是忘记了你曾经很有动力，你需要回想起来，你需要有人推你一把，你需要有人提醒你，你很棒，你就能够继续走下去。但不是回顾就完事了哈，最好趁这个时候检查一下你当时的设定目标，你当时的规划，去思考你是不是需要调整未来的方向，调整一下你的计划跟目标。回顾过去，也要检讨未来，我们才可以长久的保持正确的前进。那么第2个方法是分段。每个计划的中间过程之所以这么艰苦而且枯燥，就是因为太漫长，看不到尽头，最终我们就迷失在这一段漫无目的的努力里面。而针对这一点，我们可以跟马拉松的跑者来借鉴一下他们达成目的、完成马拉松的方法。一流的马拉松选手会将路途中各种地标当成里程碑，每达到一个里程碑就是一次小胜利。他们将整段的大赛段切成很多很多的小赛段，然后把这整个比赛一段一段的完成，一段一段的取得里程碑跟胜利，最终帮助自己以相对好的持续状态完成全马。如同跑马拉松哦，长期目标切分成很多个短期的目标，对我们来说就能够以相对好的精神状态步步前进，慢慢的往长远的目标推进。比方说一个3年规划，我们可以切成3个年目标，或者是12个季目标之类的短期规划。一个半年的规划，我们可以切成一个24周的计划，每一周有每一周的短期目标可以达成，可以突破。一样把你完成的短期目标留在你的行事历里面，在心理作用上面，因为你不断的取得小的里程碑，终结每一个短期的骑程，这种踏实的感觉提醒你，你确实有在前进。也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确实有在推进计划，所以能够意识到我们离长期的目标是越来越靠近。当然，我们要再说一次，回顾过去也要检讨未来，我们才能够长久的保持正确的前进。当你审视过去跟现在的时候，最好趁这个时机检查一下当时设定的目标跟规划，然后思考是不是需要调整未来的方向，是不是要调整你的路径、你的方法，还有你本来设定的那些 KPI。 这样讲起来，分解跟分段其实很像，他们都是把大的东西拆成小的东西，但是他们还是有差别的哦。分解是把一个元素拆分成很多很多的小元素，你先完成谁都没有关系，他们都能够帮助你完成你的目标。而分段是有时间进程的，把你跟你的目标中间画一条线，这一条线就是你的目标进度，你的时间表，把它一段一段的完成，就是把整个目标给分段，这是他们的差别哦。
分解跟分段都是有稳定力量的策略，互相不冲突，你同时都可以使用。但是对执行力实在不强的人，比方说像我，连最基础的分段可能都不太有动力去开始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我们要安利一些心理的建设哦。我们能够用高质量的方式安排未来，就可以创造更有效率的方式使用现在。如果我们有了比原先更好的思考逻辑，但一直没有动力去采用，往往是因为我们不能够想象一个更强大的自己，他是怎么行动的，他是怎么思考的。就像我们之前讲过反面教材，在这里我们要使用反面教材的反向用法，正面教材，去模拟一个强大的自己他会怎么行动，强大的自己他会怎么思考。我们现在利用这个机会去想想，假使自己一直都能够坚定的推进计划，而且我们呢在做计划的时候也很有一套，那样的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他会用什么样的思考工具，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。如果你做事情还没有方法，那现在就有一套方法，你要不要用呢？我们都不是那个很强大最强大的自己，但我们现在就有方法可以打磨出这样的自己。有这么多工具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要不要使用它呢？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，现在是过去累积出来的。如果我们现在不够强大，那是我们的过去累积出现在的自己。那如果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强大的自己，那它需要谁来累积呢？就是现在的你来累积啊。换个角度，我们也要想想未来让自己失望的自己，为什么那个失败者版本的自己让我们不敢直视呢？这还用说吗？谁愿意看到自己的失败？谁愿意去想象自己真正落魄的样子呢？但它是有可能发生的，对吧？只要我们不做好现在，不想办法去累积，我们就有可能往下沉沦，走出这样的结局。所以再一次提醒我们自己，即使当下的选择、当下的影响微不足道，累积起来的影响仍然很庞大。如果我不愿意费力的采取更有价值的决策，稍微费力的行动，而是选择当下最舒服的选择，能爽就爽，能废就废，能拖就拖，该做的事情不做，能做的事情我也不做。如果这个是别人，你会怎么样推论这个人的未来？如果这个人是我，那我的未来是不是就已经注定了呢？所以选择最轻松的行动之前，先思考一下，这样累积下去，我会变成什么样子？我想成为这样的人吗？我想成为永远只有3分钟热度，连对自己都没有丝毫信用的人吗？如果你不想成为那一个令自己失望的自己，你也许能够更清醒的决策，做有阻力的选择。或许我们采用的不是我们每一期分享的各种方法，也不是这一期讲的分解与分段，但你总是要一直采取行动，你总是要去强化你做事情的效率。只要一直保持这样的动能，你就可以一直成长下去。如果你暂时找不到其他更有效率的方法，那就试试看这一期分享的分解与分段，相信对你会有帮助的。我是拜伦，这期分享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喽。